花季老头用邪术救亡妻，亲手摔死宝贝孙女献祭，却招来恶魔变本加厉。为此他贡献肉身垂死封印。没想到贪心富豪却对尸体心存爱意，直接将不值钱的蓝宝石剪下摔碎。殊不知灭门残就在此刻成功偷袭。这就是2023最新恐怖大片，真正的全程高能。昏暗的老宅子里四处画满符咒，一个花白老人正在潜心驱魔。突然去世多年的老伴出现在面前，老者深知这是恶魔的鬼把戏，随即翻开经书念诵驱魔咒语。没想到上面的字符却消散开了，接着恶魔又化身成小天使降临，蛊惑他献出肉身方能复活妻子。老人犹豫片刻，走出法阵，把自己献祭给了恶魔。随着黑烟的入侵，老人的意识逐渐模糊，但他还是靠着最后一丝理智，抽出腰间法器，刺进了自己胸膛。恶魔发出痛苦的嘶吼声，想要抽身离开，还好老人在弥留之际紧握胸前蓝宝石，才将其完全封印。画面一转，卡尔带着妻子回家看望老父亲。老人看到久违的儿子，喜极而泣，殊不知对方此行另有目的，只想尽快抵押老人房产，偿还巨额贷款。毫不知情的父亲热情地招待了夫妻俩。这时殡仪员突然打来电话，说刚送来一具尸体，需要老人验尸。原来老人是小镇上有名的法医，为了子承父业，他便把儿子带到了地下停尸房锻炼。殡仪员是老法医的弟弟，也就是卡尔的叔叔。他先将尸体搬上解剖台，随后便把老哥叫到外面唠嗑。离开前，老法医让儿子先行练手。卡尔心存不悦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。死者便是电影开始的驱魔老头，他胸前插着驱魔匕首。卡尔作为小白，看都没看就将其直接拔出，并随手丢进了旁边水槽。接着他又剪开老人衣服，看见硕大的蓝宝石吊坠，男人见财起意，就在他剪断项链不多时，灯光恢复照明，而老法医也正好返了回来。看到父亲，卡尔慌乱不已。为了不被发现，他只得将吊坠踢进地漏。这时，老人尸体突然一阵抽搐，心虚的卡尔被吓得魂飞魄散。老法医感知儿子的恐惧，也不再强人所难，便让他回家休息。儿子走后，老法医发现了水槽里的匕首，看着手柄上被水流冲刷干净的符文，老人顿时一脸凝重。经验告诉他，这并非一起普通自杀。于是他便来到书房查阅相关资料。回到家的卡尔突然听到周围传来怪声，只是一番细细查找后，却一无所获。怀胎8月的娇妻被胎动吵醒，起身来到厕所舒缓心情，没想到刚走出卫生间，身后的灯光却再次亮起。女人怯怯地上前查看，死去的驱魔老头又突然出现。娇妻被真实的噩梦直接吓尿，殊不知床单上却残留着大片血渍。此时一夜无眠的老法医仍旧一头雾水，为此他找到了好友神父询问刀柄上的符文意思。对方说这是一种古老的封印符咒，能够将恶魔封印在驱魔者体内，但是必须有蓝宝石配合方可大功告成。然而死者身上并无此法宝，老法医便以自杀了结了此案。只是他不知道的是，邪恶力量早已被贪心儿子释放了出来。此时家中的娇妻突然从黑大衣后发现了一双白皙美腿，她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，便拿起相机对着大衣记录美好时刻，没想到却从视频里听到了清晰的求救声。此时的殡仪员正在车上苦等卡尔，却无意接到了侄子的催债电话。从对方口中他得知卡尔回家的真正来意，随后就怒气冲冲地找到哥哥，并把卡尔用房子抵债一事说了出来。老法医听后满脸失望，不知情的娇妻和卡尔大吵一架。在了解了丈夫的经济危机后，女人坚决反对抵押老宅，但还是决定和他共度难关，并要求卡尔明天务必向父亲赔礼道歉。此时的父亲正在工作室伤心难过，虽然不知道儿子身上发生了什么，但他还是决定助儿子一臂之力。突然走廊里传来一阵诡异声响，密闭房间里窗帘无风自动，大门也诡异的一开一合，借着忽明忽暗的灯光，老人隐约看到了一个巨型怪物。他害怕地向门口跑去，可房门却偏偏无法打开。这时四周一片死寂，老法医赶紧拿起提灯。第二天，卡尔早早来到工作室向父亲道歉，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一具冰冷尸体。叔叔认为是卡尔抵押房产逼死了老哥，将其一顿臭骂。卡尔看着抵押书上父亲的签字，也是后悔不已。可葬礼上他却魔怔的突然离开，然后慌不择路的跑到房间抓狂。突然门外传来动静，卡尔惊慌的开门查看，随后他就被诡异符号迷得忘乎所以。
此时楼下的娇妻正挺着大肚子忙个不停，突然一个脸色惨白的女孩乍现眼前。就在她转头的瞬间，女孩却跑到白布后面弯起了躲猫猫。娇妻慢慢靠近，可女孩却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。女人壮着胆子掀开白布，后面也只不过是一面镜子而已。再一回头，客厅里的人全部定在了原地，可镜子中却一切正常。就在女人纳闷之时，一个白布从天而降。这时周围又恢复了正常状态，女人看着人们奇怪的目光仓皇逃离。在门口，她见到了正在发呆的卡尔，面对妻子的询问，他却一声不吭地回到房间。深夜，卡尔被诡异声音唤醒，鬼使神差地来到客厅，勾勒法阵图案。可完成剧作的卡尔却好似大梦初醒，地上的法阵也消失得干干净净。他急忙回到卧室，将此事告知妻子。由于最近怪事频频出现，两人就打算尽快离开。可卡尔却在驱魔老头的遗物里发现了那把符文匕首和一串钥匙。出于好奇，他便来到了老人家里一探究竟。房间里画满了各式符咒。卡尔打开录音机，里面传来老人生前最后一段录音。老人说，他做了一个错误决定，因为受到恶魔哄骗，将其召唤到了人间。这时地上的法阵图案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，那是一个与昨夜噩梦完全相同的图案。卡尔俯身查看，却在地板下找到了一盘录像带，他随即打开观看了下来。通过老头的讲述，我们知道他找到了复活老伴的方法，现在只需让孙女作为媒介，就可大功告成。女孩按照指示站在符咒中央，在咒语的作用下，她慢慢起飞。就在老人庆幸实验成功之时，一阵恶魔的低语顿时让他倍感不妙。突然，老人被一股神秘力量甩飞数米，同时女孩也被重重地砸在了地上，而画面里却出现了一个恐怖身躯。此时家中也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老太太说她的老头前几天被送到这里，来此主要是想见老伴最后一面。女人同情心泛滥，直接带老太来到了地下停尸间，没想到刚拉出尸体，她就突感一阵钻心腹痛。老妇人似乎早有预料，声称只有烧掉地漏中破碎的蓝宝石吊坠，就可彻底免除疼痛诅咒。女人慌忙捡起吊坠放在火上灼烧，哪知宝石里的符文刚被点燃，封印恶魔的老头尸体就跟着燃烧起来，而白发老太却变成羊头恶魔嘶吼挑衅。女人冲进电梯，颤抖着想要按下楼层，好在恶魔并没有赶尽杀绝。女人顺着电梯顺利返回楼上，却发现自家老宅变得破败不堪，地板上的诡异法阵清晰可见，大门也被牢牢锁死。女人不知所措，想给卡尔打电话求助，可手机却诡异地飞进了法阵正中间，里面传来卡尔的诡异笑声。女人害怕地钻到餐桌下避难。就在她放松警惕之时，恶魔老太又突然出现在身后，在尖叫声中，卡尔终于赶了回来，看着满地狼藉，他大呼妻子名字。这时那个诡异女孩再次出现，而妻子就躺在一旁的沙发上。卡尔急忙抱起妻子试图离开，没想到刚走出房间，妻子却消失不见。无论重来几次，结局依旧相同，女孩指向窗外欢笑的孩子。卡尔顿时明白其中深意，原来恶魔想借妻子腹中的孩子重返人间。女孩见男人不愿发出刺耳尖叫蛊惑，等到一切归于平静，男人将叔叔找了过来，并一起重新观看了那盘录像带。叔叔得知恶魔作怪后，第一时间找来了神父帮忙。等三人来到地下停尸间，老人尸体早已化为灰烬，神父将破碎的蓝宝石吊坠重新修好，又让卡尔收集老人骨灰，布置圆圈法阵，等恶魔靠近时，再用驱魔匕首将其杀之。就在这时，恶魔突然破门而入，一下就把神父干翻在地。看到恶魔已经降临，叔侄两人急忙跑到大厅。卡尔用老人骨灰在地上撒出圆圈法阵，没想到身后竟出现了父亲身影。卡尔深陷自责，情绪失控。就在他上前表达歉意时，叔叔一把将其拉住，并表示那一切都是幻觉。他先将修复好的蓝宝石给卡尔戴上，又将驱魔圣经递给他防身，自己则抡起棍棒辅助。殊不知恶魔早已来到客厅，对着他就是猛烈攻击。看着叔叔被拉走，卡尔也只能无奈地杵在原地。本想念诵圣经驱赶邪祟，没想到娇妻却捂着肚子走了过来，还没等他说话，房门就被强大力量直接关闭，门后传来妻子的惨叫声。卡尔心急如焚，冲出门外，看到妻子正漂浮在2楼窗户，他想要伸手去救，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只得翻开圣经不停念诵，可经文却变得模糊不清。为了救下妻儿，他闭上眼睛开始默念心中内容，果然念了没多久，恶魔便迫不及待地钻入他的口中。卡尔艰难地捡起驱魔匕首，想要通过自杀封印恶魔，没想到手中匕首却突然腾空而飞。卡尔艰难地朝着匕首爬去，可此刻的身体却再也不受控制，
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，还剩一口气的叔叔从门后出现，他将匕首递给卡尔。卡尔以为恶魔已死，可叔叔却一脸得意地说道：“你本就不应该走出那个骨灰区。”卡尔转头发现了那个掉落在地的封印宝石，而他的叔叔也早就死在了不远处。一切都是恶魔制造的幻觉。就这样，卡尔死在了这场幻境中。画面一转，女人从餐桌下醒来，看着整洁明亮的房间，她以为刚才就是一场噩梦。女人释然地走出房间，正巧看到卡尔站在不远处，两人欣喜地朝着彼此走去。可下一刻，女人就觉察出了不对劲。